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。在上一集里，我们透过次部跟虽部的教学，教导大家如何把次部跟虽部应用在后、乙、父三个字里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借由这三个字的练习，可以清楚的了解它们书写上面应用了哪些规则，并透过这些技巧，让我们的学习更加的快速。如果你对这一集的教学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放在下方描述栏，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哦。这集我们会透过这4个字来告诉大家如何应用这些写字原则。上一集介绍的虽部，我们这一集会继续学习，再配上新部，新部跟虽部凑出了爱这个字，我们用爱字来熟练这个原则。接着我们又用新跟虽再学习优字怎么写，优字的技巧有哪些呢？就让君令慢慢告诉你。接着我们再看上面的部件，再凑下面的虽部，又可以应用在下字上面。透过这样子不断的反复练习部件的习写技巧，让自己能够呢内化在自己的能力之中哦。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教学，那是不是可以请你帮我按个赞呢？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透过留言栏告诉我，您的留言或按赞都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哦。如果你在学习上有问题，也欢迎跟君令一起讨论。另外，有些频道的朋友会问我，君令啊，你练字的这个笔是什么牌子的笔呀？关于笔的牌子，我也会放在留言栏处，大家可以点选进去看看。那另外也有一些推荐的写字清单，如果你有需要，也可以点进去观看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学吧。首先，我们先从新部讲起。新部的第一个笔画会往外斜出，第二个笔画握钩的部分呢，大概会有1/2的位置是平躺在地板上。然后在点的部分呢，第一点画点在这个握钩形成的钩的部分的内侧，另外一个笔画在钩的外侧，所以我们写起来会是这个样子，往外斜出，握钩让它1/2平躺在地上，再往中间中心点的地方勾回，接着第一点点在内侧，第二点点在外侧。那这4个部分的起笔会形成这样子的现象，就是慢慢的往上斜。这是新部自己写的时候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当它放进爱会形成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好，爱这个字呢，先写撇，再写点，再写点，再写撇。这几个部分我们处理上也要用到均间的诀窍。所谓的均间就是空间分配均等。接着我们再写点，接着来一个横钩。钩的部分呢，我们尽量把它勾尖。再来把新部放进来，先写一个点画，然后呢握钩，记得让它1/2的部分躺在地上，然后一点在内侧，一点在外侧。接着我们要写虽部的部分了。虽部的部分呢，写一个撇画，撇画让它撇到最下方，让它大概接近我们的地板线的位置。接着呢，我们再写横撇，最后呢，再写一个捺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撇画跟横撇的部分，尽量去做到了撇均间，在这部分的空间去取得一个均等的感觉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示范的爱。那在这个字体的大小的部分呢，约会写格子的8分满、7分满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那我们的上面、下面会留天地的空间，左边、右边会也各留左右的空间，把字放在我们格子的正中间去写爱这个字哦。接着我们来练习处理优这个字。优这个字呢，它的上方是好几个横画所组成。这个横画的部分，我们就要试着去让它做到横画的均间。接着再配合刚刚爱字学过的新跟虽部，我们来试着写写看优这个字。优这个字呢，先写横画微微的上扬，撇画在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长短，因为这个撇画下去关系到下面的横均间，它的空间必须要是多少，要怎么处理。
所以我们下撇画的时候要稍微估量一下你要下的长短是多少哦。接着我们写横画，然后再写横钩，钩要尖，这是一个诀窍。接着我们再写心，低点往外。第二个部分是握钩，第三个点、第四个点分别在内侧跟外侧。好，所谓的内侧跟外侧，就是呢，我们以这一个勾起来的部分分成2个部分，内跟外各点1点哦。接着我们要写虽部的部分了虽部的部分先撇出，撇出之后呢，横撇的部分取得一个均尖的感受。接着我们再写捺往外平推而出。好，这就是优字。优字从上到下堆叠的部件很多，所以我们尽量稍微压缩一下，让它扁一点，这样才能够挤进来格子里面哦。接着我们用刚刚练习过的优字的上方，再配合下面的虽部来练习写下这个字。透过刚刚的说明，我们现在在写下字的时候就会比较有概念，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些笔画。横画的部分抓住为上扬的原则，接着下面的短撇我们要评估一下长度，再来竖画，大约抓跟横画差不多的宽度而下笔，横折一样对齐旁边的横画，然后做转折。接着我们再写2笔的横画，然后这次要把下面的封口封住了，因为我们这次要写的字是下。我们在下笔的时候，最好在心中已经有这一个字的形体的样子，这样子我们在下笔的时候才会知道笔画要架构成什么样子。好，接着长长的撇画，撇到什么位置呢？撇到等一下你打算当做笔画的地板线，笔画停止的位置。接着我们再写横撇，最后呢会从这边延伸，然后呢写出一个虽部，所以捺画慢慢的往旁边拉出。好，这就是下字的练习。现在影片中的内容已经慢慢进入到整合写字的各种原则，然后利用这些原则教导大家怎么去写出更好看的字。这些方法很适合应用在你平常的写字练习上面。平常有空闲的时候，就可以拿出纸跟笔，边写字边练习。看影片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会觉得这些概念跟方法好像都已经理解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操作起来却是有它的困难度在。下笔的时候常常会估不准距离，或者是呢没有办法去抓好笔画的位置或是架构，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现象哦。那要怎么样去缩短这些尝试错误的时间呢？那就是多多练习啦。当然除了多多练习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记得每一集收看军令的教学，让我们频道陪着你一起成长进步。另外有一个小小的练习，也很推荐大家能够试着做做看。这个空笔练习可以帮助你在运笔的时候更掌握笔的方向跟位置。它是这么做的，在我们的纸上画圈，画这样子像弹簧的弹簧圈。那利用这个弹簧圈，我们可以做出粗细的变化，粗的弹簧圈，细的弹簧圈。好，利用粗的、细的、粗的、细的、粗的、细的，不同的弹簧圈，横向的、直向的，各种不同方向的弹簧圈，你可以去控制笔画的粗细，控制笔画的位置，顺便训练手部的肌肉。我觉得这也是对写字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手部运动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那如果你对空笔练习的部分，或是有关其他写字教学，甚至握笔的部分也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相关的影片放在我们的描述栏处，也欢迎大家能够点进去看哦。现在想邀请大家为这则影片按个赞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收看到最后呢？如果你还在，是不是能够留言让我知道呢？就留我在，我还在。希望频道的影片每一集都能带给大家一些收获。如果你有收获，或者是在学习上面有遇到一些困难，都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当然也欢迎大家透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予频道更多的支持。
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